大家好，近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国防部高调向媒体爆料，他们的两型反潜巡逻机在执行任务时受到了来自中国战机的骚扰，不仅做了非常危险的近距离接触，还被中国人竖了中指。乍一看，我还以为中国空军终于出息了，竟然可以跑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南太平洋骚扰人了。不过没成想，事件竟然是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加拿大皇军空军的 CP-140极光海上巡逻机从日本的加舍纳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一个昂萨集团组织的霓虹行动，但并没有联合国授权，目的是为了监视对朝鲜的禁运，不过却飞到了中国的黄海和东海附近。在中国这么近的地方抵近侦察，不被拦截才怪呢。据称，最近一段时间竟来了60次之多，加拿大人抱怨其中的20来次解放军拦截的非常不专业，不仅做了危险动作，还对加封飞行员竖了中指。这个不专业立刻让我想到前段时间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提到中国歼20和美国 F-35在南海相遇时用到了飞得非常好很专业来形容。看起来何为专业，加拿大人还是要请教一下美国老大哥了。新闻一出，中国网民自然是一面倒的支持解放军的拦截行为，而搞笑的却是外国网友的评论也翻车了。有人发了一张双方战机相遇的可能地点，立刻有网友回复道，我在地图上怎么找不到渥太华？还有人说中国人压根就不鸟大不列颠皇家旗帜，下次试试看加拿大原住民的旗帜。没想到北美原住民的旗帜竟然有这么多种，不知道未来能不能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使用。加拿大的这个 CP-140极光实际上是一款很老的机型了，源自于洛克希德的 P3 猎户座，可以清晰看到使用的还是4枚涡桨发动机。与21年前中美南海撞击事件时美方的 EP3 系出同源，没想到加拿大皇家空军还在用，而澳大利亚此次派出的则是 P3 的替代者 P8A， 制造单位也从洛克希德换成了波音。P8A 以波音737-800为平台打造，换装了更先进的侦搜设备，据说其雷达可以搜索出潜艇潜望镜大小的雷达信号，在逆合成孔径雷达模式下探测距离可达60公里。所以这款机型不管出现在黄海、东海还是南海，对于我国军舰、潜艇等军事装备的部署和移动都会造成威胁，所以出动战机伴飞甚至拦截也就理所当然了。P8A 2013年服役，外销最大的两国就是澳大利亚和印度。我找到了当年澳大利亚购买 P8A 的一则报道，澳大利亚一共买了12架，最后一架于2019年12月底交付，其中前8家的购买价格为36亿美元，平均单价4.5亿刀。我将全部12架的编号和16进制码都罗列了出来，便于跟踪其轨迹。请大家注意其中的第8架，因为正是这架在5月26日出现在我国西沙群岛，并且吃到了解放军的金属箔条。我们来到 ADSB Exchange 网站，我将12架澳大利亚 P8A 的16进制码输入进去后，可以清晰看到它们当前的实时动向。如图可见， AF47、002和006位于澳大利亚的爱丁堡空军基地，009位于夏威夷，而007则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我们知道，这次到西沙群岛抵近侦察的008正是从菲律宾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的。那么008怎么不见了踪迹？它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别急，我们来跟踪一下。这是5月18日跟踪的轨迹图，可见008和007一前一后，相继从爱丁堡空军基地飞抵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所以澳大利亚空军这次是派出了2架 P8A 而非1架，来中国南海执行抵近侦察任务。休息了1天之后，5月20日2机同时在中国南海进行侦察任务，而后则分开进行。我查到5月23日和24日为007单独行动，而26日则轮到008单独行动。也就是这一天，008吃到了中国战机的干扰箔条。我们来仔细看一下，5月26日这一天，008于祖鲁时间1点23分从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驶入南海。祖鲁时间即协调世界时，由于我们在东八区，所以加8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23分，008飞入南海开始侦察。期间在西沙群岛附近看到了解放军的照明弹和金属箔条后，于4点40分返回。算算此次侦察任务一共用时近3个半小时。看到这里，也许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个 ADSB 数据只有这么一小段，西沙群岛附近的轨迹怎么没有了呢？这个问题很简单， P8A 是去干嘛的？当然是偷窥了。偷窥这种见不得人事，怎么能大张旗鼓呢？所以上面的 ADSB 广播器自然是要关掉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P8A 一飞出菲律宾的领空， ADSB 信号就消失了。等到它执行完任务回来进入领空时，信号又打开了。
不过，关闭 ADS-B 信号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隐身。我国南海诸岛上的雷达可以很容易将这种侦察机捕获，只不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样的军情可就拿不到了。紧接着008回来后，据说吃到了解放军的干扰箔条，发动机受损了，所以到了克拉克空军基地后，008消失了好几天。此后几天一直都是007单独行动，直到6月2日才再次出现。这一次如图可见，008独自侦察南海，而007则是飞往菲律宾海。看起来尽管事发后澳大利亚拼了命的卖惨，不过看起来发动机的损伤并不致命。这不，到了6月6日，008还来了一次长途飞行。如图目的地是印度，起飞时间是在祖鲁时间1点28分，抵达时间是在8点04分，用时约6个半小时。可以看到008此行全程 ADS-B 信号都是打开的，轨迹非常完整。毕竟这次是转移而不是偷窥嘛，万一不开信号，经过他国领空被打下来可就不好了。不过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从菲律宾直飞印度，原本穿越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或者柬埔寨显然更近。不过008这次选择的路线竟然是避开了越南，而是向南绕到马来西亚，中间还擦了一下泰国的小角。看起来越南人并不想让澳大利亚军机在其领空玩无害通过，马来西亚倒是很好说话。那么这架008去印度干什么呢？在随后的新闻中找到了答案。印度作为 P8 巡逻机外销的另一大国，也装备了12架，取名 P8I。所以这次是 P8A 与 P8I 一起在印度洋进行联合海上监视活动。双方机组人员还在2架飞机之前摆上 pose 合了影。想必这应该就是此前刚刚进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一部分了。说完了澳大利亚，我们再来看看加拿大。加拿大就有点诡异了，由于最先曝光的加拿大媒体并未透露被解放军疏中者的飞机编号是什么，所以这里只能如法炮制一下，也列出了加拿大14架 CP-140巡逻机的16进制码和编号。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当我将其输入进 ADS-B Exchange 后，近1个月只能找到在北美和欧洲出现过，东亚尤其是日本的加手纳基地附近竟然一次都没有。所以对于这一点我一直都心中存疑，这60多次抵近侦察到底用的是哪架飞机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够确定加拿大这架 CP-140的飞机编号是什么。据传日本 NHK 电视台拍到了飞机，但编号依然不得而知。好歹人家澳大利亚早就公布了是 F-47008吃到了解放军的干扰箔条，而我在 ADS-B 网站上也的确跟踪到了其轨迹。不过加拿大这架 CP-140的确是够神秘的，要不是中国外交部出来与加方唇枪舌剑，间接证实了中加战机的确多次遭遇过，我还真以为这是个假消息。那么我也只能在这里盲猜一下了。出现这样的现象也许有那么几种可能：加拿大派的可能并不是 CP-140， 或者派出的是 CP-140， 却并不是此前已经注册过的，又或者这架到访日本的 CP-140 自始至终都没有开过 ADS-B 信号，再或者这空中遭遇的60多次并不是发生在最近。无论如何，也许真相只有加拿大自己和与之在空中短兵相接的中国解放军知道了。等有了进一步消息，我们再来做分析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